大年初三晚上，我看着西飞转刷着手机，突然看到了一条匿名贴，标题是怎么样阻止表姐学艺术走这种歪门邪道的捷径。评论里都是大家指指点点的在攻击博主，博主气得连发好几条，我就是看不惯他比我强，我才是家里的焦点。好家伙 ，IP 离我这么近，这发帖的人难道是我那从小做到大的表妹吗？刘小雨，你没看到别人还在看吗？招呼都不打直接换台，你礼貌吗？要不是大过年的，平时的我已经开骂了。我就是受不了有人看这种没有品位的东西。你不是学艺术吗？多看看《如懿传》这种服化到精美、演技精湛的影视作品，洗洗眼吧。听到他这话，我怀疑他脑子里装泔水了，简直要被他气笑了。我学的是古筝，你说什么精美、精湛？人淡如菊，真够扯淡的。我转头看了看正在打麻将的大人们，很好，没人注意到这边。你不是吃完晚饭就嚷嚷着去学习吗？20来分钟就学完了。大过年的少整事啊！我爸妈脾气好，我脾气可不好。郑言，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废物才学艺术，你文化课都考不过我，有什么可炫耀的？这是我爷爷家，今天我二叔三叔他们来，你凑什么热闹？过个省考有什么了不起的？也就是走捷径才能出点风头。你从小就是我的手下败将，别以为这次就能赢了我。妍妍，怎么又和妹妹斗嘴？大过年的，可不许闹了啊！妍妍，怎么又和妹妹斗嘴？大过年的，可不许闹了啊！妈，他先来找事的。今天中午当那么多人面，他说学艺术玩的都可花了，明里暗里说我都忍了。他就比我小2个月，什么妹妹啊？你又没给我生妹妹。说什么呢？你和小雨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你外公孙辈就你们俩，将来还要互相帮助呢。从小你就不喜欢他比你学习好，这都多大了，还老置气。警告你啊，就住几天，你是姐姐，安分点。哎妈，我知道了。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从记事起，每年回外公家，只要有刘小雨，我就能被他搞得一肚子火气。偏偏外公舅舅他们都向着刘小雨，连我妈都总站在刘小雨那边。每次我只要当着众人的面对回去，总有人埋怨我不懂事。时间长了，我也就懒得争辩，反正每次只待几天。但刘小雨这次回来更颠了，一个劲抓住我艺考的事，当着众人的面说这说那。我看他像得了癔症似的。回到房间，心情稍微平复的我，再次拿起手机时，刚才的那条帖子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帖子里的内容除了称呼，每个描述都完美对应，这绝对是刘小雨。他竟然发帖求助网友，怎样才能拉我下水，让我没办法考上好学校？原因竟然是他觉得从小到大我的成绩都比不过他。他知道我参加了艺考，以我的分数很可能考上985，但他只能上个一本。他觉得我走捷径要比过他，挡了他的路，将来赚的钱比他多，就是抢他的钱，影响他的生活。逢年过节，长辈的焦点不在他身上，他被爱的权利被我抢走了。学艺术不需要天赋，有天赋也不能挡我的路。我是直视内心的阴暗，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说了你们不敢说的话而已。我看着回复愣了片刻，心里也从最开始的愤怒变成了无语。这下我终于确认了，我这个表妹不是欠揍不成熟，单纯就是心理变态。我和她从小就不在一个城市上学，她和我成绩根本就半斤八两，也就是她从小爱显摆，我妈老是让我低调，所以给他们一种错觉，我好像从小不如她。我竟然不知道，她早就把我当成了眼中钉，这么恨我。这人变态吧，心里这么阴暗，自己没本事也不让别人好。截图保存，一会儿我就发小绿书，让当事人也看看自己身边有什么样的伥鬼。就是，身边有这种人太可怕了，还好这个人不是我朋友。别，我就是开玩笑发着玩的，我不是真的打算这么做，我这就删帖。我还没来得及评论一句，当事人已阅，这帖子就没了，真是可惜。我们两个马上就要高考了，可能在他眼里，我上了比他好的学校就是抢他的风头吧。要不然明天待一天，下午开车回吧。你什么意思？小年到大年初二都是在你家那边过的，我才回一天你就不想待了？不是这个意思，妍妍她不是还有校考吗？在这也没法练，让她回家沉沉些。你别拿妍妍找借口，在你爸妈家都能，怎么了在这儿就不能了？郑延京，你差不多行了。每次一回我爸妈家，你明里暗里的找茬，妍妍就是在你爸妈家待多了，这几年回来越来越不懂事。行，我说不过你。你要去哪？出门遛弯。你给我回来。姐夫带来的海鲜怎么都是冻货啊？这一点都不新鲜，怎么给爸妈吃啊？咱们这不是内陆吗？新鲜的不好买。没事，姐明天就去联系空运的买新鲜的。我妈妈是很好的妈妈，但唯独一沾上外公他们，她就像个刺猬，导致我越大越不愿意多来外公家。我妈见状也对我有了意见，还怀疑是我奶奶说了什么。这还差不多，给妈吃一定要吃好的才行。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太多次了，我和爸爸也不知道跟他说了多少掏心窝子的话，可他就是不听，说的重了他就开始哭，说一家人只有他一个外姓。所以刘小雨这件事我暂时也不能捅破，现在他什么都没做，我要是在这儿说出来，
遭殃的只能是我。2天后，我爸借着我马上校考的由头，可算是先把带我回来了。但是我妈没有，这件事她挺不愉快，说是过完元宵再回来。马上就要艺考了，准备好了吗？只要刘小雨不捣乱就行。这几天他一直问我各种艺考的事，还要看我的报名信息，就差直说要搞砸我的成绩，看着我上大专了。现在校考都是有监控的，只要你没作弊，在考场发疯，有什么异核查了就都清楚了。刘小雨搞不出什么大动静。但愿吧，他现在都去教育局举报我了，就他这智商上一本算其他人倒霉。你们毕竟在2个城市，他也马上要开学了，到时候就消停了。但愿吧。别想这些糟心事了，咱们去超市买点好吃的，趁着你妈这几天不在，咱们好好放松一下。好，妈妈怎么？你们怎么回来了？怎么不欢迎我回家？哪有，你不是说你过了15才回来吗？我这不是奇怪吗？是啊，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我们一家都很清楚，我妈妈和我舅妈一向是互看不惯的。舅舅第一次带舅妈回家的时候，舅妈就让我妈搬走，说她来了也没地方住。而且我妈结婚的时候，更是让我就怂恿我妈，问我爸要50万彩礼。我爸当时也并不是出不起这个钱，实在是觉得太过分。我妈一开始也觉得太不合适，但不知道外公外婆和她说了什么，她又和我爸各种软磨硬泡。不过我爸还是没答应，最后彩礼18万8给了外公外婆。我妈每次说起这件事，还是对我爸耿耿于怀。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爸早就明白了，一掺和到我外公外婆，我妈就要被牵着走。这些彩礼钱最后1分都没花在我妈身上，最后还是他们2口子吃亏。哪成想这么多年了，有些东西就像刻在骨子里一样去不掉。我想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还要打报告啊！我想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还要打报告啊！你误会我们了，你想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说一声我好去接你们。妈，那我们先放东西去，你们先聊。这1个月就要麻烦你们了，我这身体啊，最近可真是不行，要在这找个医院好好检查检查。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在这住就和在家一样，别客气。舅妈家和我家是相邻的市，医疗水平都差不多，根本没任何必要跑到我家这边看病，要去也是去省里才说得通。怎么想起来非要来我家的？这件事必有蹊跷。小雨高考压力大，你舅舅要照顾他，还要照顾你外公外婆。咱家离医院也不远，也没有老人照顾，你爸开车接送也方便。这几天就让你爸接送舅妈吧。妈，我可从来没见过我舅舅做饭打扫，他照顾一大家子。小雨高考，我也要高考，我这几天还要参加校考，我爸还要请假接送我，能忙得过来吗？妍妍，你去艺考就是弹个琴，也不用像小雨那样学到白天晚上的。你去考试坐地铁高铁的多方便，开个车堵车了怎么办？那不是误了大事了。是啊，公交多方便啊，还不堵车，还环保呢。谢谢你的环保。你把水果端走干什么？这家里就你一个人。刘琦啊，就说把妍妍宠坏了，你看看，他平常也不这样，每次从家里回来就发脾气，说都说不得。嫉妒心强不是好事啊，小雨也就比他懂事，成绩好，他这心态也只能弹弹琴唱唱歌，有个大学上了。嫉妒心强不是好事啊，小雨也就比他懂事，成绩好，他这心态也只能弹弹琴唱唱歌，有个大学上了。妈，张小兰，你要还敢在我家说我女儿的是非，你就自己走。我女儿嫉妒你女儿学习好，我女儿从小得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才多艺，也从来没有落下文化课，调出过年级前100。老郑，你喝多了，少说点吧。我没喝多，刘小雨上了高2就一直在200名转悠的了，你们怎么好意思舔着脸说的？学艺术怎么了？我郑家有钱，他喜欢什么考什么。你别误会啊，老郑喝多了，瞎说呢。我没瞎说，你以后少撺掇我老婆。哪次回去他不是给你们当保姆？他每个月拿3000给他爸妈，有2000进你2口子兜里了吧？啊，你什么你？不要欺人太甚，你要住就安安分分的住。再让我听到你嚼舌根影响我闺女，别怪我和你那一大家子翻脸。你这什么意思？我哪里搬弄是非了？我也是刘家人，来我姐家看个病，住2天，亏你还是我姐夫，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郑延京，你现在是连我也容不下了吗？小兰说的有什么错？妍妍每次针对小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弟妹才刚来家里，你就摆这么大的谱。你回去住的时候，他们赶你走了吗？你就是看不起我刘家。妈，你要觉得你养了18年的女儿就是个比不过别人、嫉妒别人的人，我没什么好说的。妍妍，你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爸对你不好，至少在这个家，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做饭打扫在这个家都不用你动手，回了爷爷奶奶家，你偶尔做个饭都一大家子帮你。你每次回外公家都在干什么？自从我记事，只要不是关于我外公家的蠢事，我爸几乎对我妈言听计从。我爸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家里的活只要他在，永远不用我妈做。
甚至指挥我都不指挥我妈。我原先总觉得我妈有点轴，有时候还莫名其妙，但我爸就会告诉我，其实我妈很善良，很坚强。虽然嘴上说我爷爷奶奶，但总会惦记着买他们需要的东西，会替我爸来往亲戚。我爸说，就算他身无分文，我妈也绝对不会离开他，而是会和他一起努力。现在我不敢想象我爸该有多伤心。妍妍，你和你爸一起欺负人是吧？到底是谁欺负谁啊？你分不清谁对你好是吧？我爸说这话一点错没有，你不也仗着我爸对你好，你才敢不管不顾的说吗？你要真这么见不得，咱们就少见。真是欺负人啊！你妈真是气死人！糟心啊！我舅妈到底来咱家干嘛？不应该啊！难道是冲着她来的？你说什么呢？爸，你看看这个，这是前几天我在论坛里的截图，一共6张。爸，你看看这个，这是前几天我在论坛里的截图，一共6张。发这个的人心理太不健康了，是想毁了别人的前途。这怎么说的？这人 IP 就在附近啊，这人难道是刘小雨 ，IP 地址都一样。我在爷爷家还偷看他手机了，那个平台已经注册了新的账号，专门举报了好几个转发这篇内容的账号。而且我在外公家的时候，他还一直问我艺考，问我身份证，还有登录报考系统的密码。你没告诉他吧？他会不会登上你的账号给你瞎改？我才没那么傻，那天他缠着我要看，我回头就把密码改掉了，他想登也登不上。这也太欺负人了，简直是蹬鼻子上脸啊！我这就出去和你舅妈好好说道说道，也好让你妈清醒点。爸，你别去。为什么不去？都欺负到你脸上了，你还要忍他？不是，现在妈正在气头上，再加上舅妈在旁边阴阳怪气，你觉得你说的话妈会相信吗？而且我的这个帖子也没有署名，我说的这些事情经过也没有证据，刘小雨死不承认或者倒打一耙，那估计这些天家里没个安宁之日了。是啊，是这么个道理。不过这口气咱们也不能就这么咽下去啊。谁说要咽下去了？我倒是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好机会？什么好机会？一个让妈彻底看清老舅一家的好机会。如果这件事能让妈长点记性，她自然就会和外公一家子划开点距离了。你这么说倒也有道理，不过你要心里有数，绝对不能让刘小雨伤害到你。爸，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大早上的还不到7点，你噼里啪啦让不让人睡觉了？大早上的还不到7点，你噼里啪啦让不让人睡觉了？舅妈，我琴上可是有止音条的。我在家弹了这么久，我爸妈都没被吵到。您要是觉得吵就回去吧，我后天就要考试，总不能为了您不练习吧？我本来就神经衰弱，你这噪音影响的我睡不好，我身体越来越差。我来你家本来就是看病，我好歹是你长辈，说你2句，你开口就要撵人。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还哭上了？妍妍，你对长辈能不能礼貌点？舅妈说我吵到她了，她神经衰弱。妈妈，您觉得怎么解决呢？我不用练习了，干脆别考了，省得在家影响到别人是吧？我晕，我就这么说说，他还当真了，他还真够不要脸的。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没胡说，舅妈不就这意思吗？妍妍，你别说气话，舅妈也是身体实在不太好，尤其是早上和晚上，8点前和8点后是听不得一点噪音，不然我这头啊就和炸了一样。妍妍，你以后就上午和下午练习呗，反正你也就这几天，该学的都差不多了。不用换时间，我带妍妍回我爸妈那儿，你俩就在这儿住着吧。妍妍收拾东西。行，虽然我确实想看他想耍什么花招，但后天还有校考，我确实没什么精力了。这是干什么呀？你去你爷爷家每天弹琴，2个老人更不合适了，就在家就行，舅妈不说你了。姐，你说句话啊，妍妍肯定是在自己家方便，折腾什么呀？都怪我，我不说了，你劝劝姐夫，让他们走，人家是一家人，我这当妈的反正是外人，说不得一句，有本事一辈子别回来。哎呀，姐，你说什么话呢？姐，你哭什么？你去拦住姐夫啊！姐夫，你别冲动，妍妍毕竟还是在自己家待着舒服，你带着她折腾什么啊？菜都给你们买好了，不想做就自己点外卖，出去可以打车，我带妍妍回去住一段时间，你和你弟妹在家吧。姐夫，你走了，我去医院什么的多不方便啊。妈，我考完试就回来，你照顾好自己吧。爸，你说我妈怎么就拎不清呢？每次都这样问都不问就说我，那张小兰绝对是来故意找事的。你妈妈就是从小被你外公外婆压迫惯了，从心底就渴望他们认可她，向着她。而你外公外婆呢，重男轻女也没做绝，对你妈就是给个巴掌再给个甜枣，时间长了，你妈妈自己也分辨不出爱或不爱，但毕竟是健康养大了，血脉相连。真搞不懂她是怎么想的。你妈妈就总想在你外公外婆面前证明自己，她不是不向着你，只是被他们和自己的善良蒙蔽了。
他觉得是他血脉相连的亲人，所以他们说什么都下意识会选择相信。可再是亲人，也要有个边界啊。其实你每次不高兴了，你妈妈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做的不对，让你不开心了。只是她暂时也有她的懦弱和迷茫，她是爱你的。我们给妈妈时间，她总会明白的。爸，我也从来没有真的怪妈妈，就是有时候觉得太气人。我每次都感觉自己年纪轻轻就要被气得乳腺增生了。你个小屁孩瞎说什么呢？爸爸，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们就这样回奶奶家，妈妈又得气好几天。那个张小兰还不知道要怎么教唆我妈，他们一家怎么颠颠的，真受不了。哎，你是不知道，昨晚我从你房间里出来后，听到你舅妈和刘小雨说什么了？他们又做什么幺蛾子了？你舅妈一个劲的朝着电话里安慰刘小雨，说你校考肯定考不过。他们说我考不过，我就考不过了吗？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啊？神仙？言出法随？他们打听清楚了，你一共有3个校考。你舅妈说准备一次给你下泻药，一次在考试前把你的琴弦剪断，一次找机会把你的手指划伤。这也太恶毒了吧！刘小雨这是发现举报没用，他做不了什么手脚，所以和张小兰说，张小兰竟然还助纣为虐，这都什么人啊？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妈妈真是引狼入室。昨天就觉得她图谋不轨，还有那个刘小雨亲生母女，真是如出一辙，形如狗彘，寡廉鲜耻，衣冠禽兽，真不要脸！呸呸呸！行，你这个词语储备量，不担心你高考作文了。爸，怪不得你一早就这么坚决带我离开。不过我走了，他还不得在家怪我妈啊？该不会对妈妈做什么吧？不会，他这次来就是针对你。我们走了，你妈也气得要死，她估计提都不让你舅妈提我们。你校考完我们再回去。累了，毁灭吧！这都什么昌鬼亲戚啊！快去爷爷那吧，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但事与愿违，我越不想见到的人，却在我校考的前一夜又见到了。妍妍，这位就是你舅妈。是啊，舅妈过来看病，在我家里暂住几天。妈，舅妈，你们怎么来了？妍妍，你明天不是校考吗？舅妈非要过来，说给你打打气。好啊，好啊，多一个人打气妍妍就多一分力气。你们聊，我去给你们做饭。爸妈带着舅妈来了。你别急，我马上回家。他们要对你动手，你就喊你爷爷。你爷爷当过兵，对付你舅妈没什么问题。我明白。妍妍，你在哪给谁打电话呢？你舅妈来看你一次，你还不过来看看你舅妈？舅妈好。好，舅妈好着呢。妍妍，明天就校考了，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准备的挺好的。好就行，这么多天在你爷爷家住，委屈你了。你住哪间屋子啊？我在我爷爷家住不委屈，也没必要告诉你我住哪间屋子。妍妍，舅妈大老远来给你打气，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舅妈就是想问问你住哪个房间，我和她好住别的房间。别的房间？当然，今天我们都不走了，明天好给你打气。不用，谢谢，你们快回家吧，再不回家赶不上2路汽车了。郑言，你什么意思？用那种眼神看我？我是你妈？是，我没说你不是我妈。郑言，你什么意思？你别不知好歹。我没什么意思，倒是你舅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好好的去看病，在家吃药，来这儿干什么？我这不是作为长辈来关心一下你吗？让你妈来看看你，一家人哪有隔夜仇？你人生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妈妈肯定要来照顾你啊。我妈妈怎么照顾我？给你做饭、洗衣服啊，妈妈照顾的哪里和别人一样？我妈在我家1个星期做2顿饭都算稀奇了，贴身衣物我自己洗，其他的洗衣机洗。我爷爷家还有阿姨。舅妈，你要不要听听你在编什么？郑言，我就是这个家多余的是吧？你们都用不到我。不，我没有那个意思哈。您是咱家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哪有干活的是吧？您就是指挥中心，我和爸爸都听您的。少胡说八道的，我和你舅妈不能来这儿是吧？这也是你家，谁能拦着你？但客人有客人的规矩吧。爸，你回来了，那我就不陪舅妈了。明天校考，我先准备去了。弟妹，谢谢你来专门看妍妍，特殊时期妍妍比较忙，我来招待你们。来，喝水。啊，哈哈，没事。妍妍，这是舅妈大早上亲自去楼下菜市场买的现磨豆浆，纯天然的，特别有营养。谢谢舅妈。不用客气。妈，你今天起这么早，一定饿了吧？这么营养的豆浆你喝吧。不行，这是舅妈亲自给你买的营养豆浆，你今天喝了一定能有个好成绩。是啊，妈妈吃点别的就行了，今天你是主角。妈，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和舅妈还亲自来给我加油打气，你要是因为我吃不好生病了，我还哪有心思好好考试啊？这些面包和粥你一定要吃了它，我才有心思好好考试。好孩子，心意妈妈领了，早餐还是你吃，不然妈吃了你吃啥啊？是啊，就这一份早餐，肯定是先给你吃啊。
谁说只有一份早餐了？我这还有牛奶三明治呢。姐夫，你这是哪来的？这是我带的工作餐，现在给妍妍吃吧，我中午随便吃点。这早餐你就听孩子的，你吃吧，这是孩子的一片心意。那我吃。舅妈，大早上的你打算去哪啊？想溜达去花园里啊？我去换件衣服。舅妈还带衣服了呀？没带吧？别管你舅妈去哪溜达了，咱们快去学校吧。妍妍，快回房间取古筝吧，今天一定能考个好成绩。你说的没错，我一定能拿个好成绩。你考试怎么不带古筝呢？别忘了呀。哎呀，算了，我去给你取古筝吧。舅妈不用麻烦了，我的古筝在这啊。你个小贱人，耍着我玩是吧？老娘让你去考试。弟妹，这到底是怎么了？都这个时候了还问什么？他不想让妍妍去考试，你看不出来吗？蠢货，你给我滚！别逼我报警。妍妍，咱们去考试，今天爸爸在，谁也伤害不了你。好，妈，您让您弟妹回去吧，医院也去过了吧？不是什么大病的话，那儿也能治。您先带她回家收拾东西，这2天别来爷爷家了。还有一件事，记得今天出门的话多带点卫生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肚子好疼，我要去厕所。还好在那场疯狂之后，舅妈没有再来，而我的校考也特别顺利。我妈又带我舅妈来了一次爷爷家，只是这次直接被保安拦下了。我妈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只是淡淡的说等我考完试再说。张小兰知道我们不会回家去，她也没办法做什么，只好回家去了。等我和爸爸再次回家时，已经1个月之后了。爸，看来我外公外婆还不知道这件事，只知道舅妈在咱家受了欺负，把气都撒妈身上了。那肯定啊，这几天我也没理她，可能要崩溃了吧。你还好意思说这些？这几天我过得太难了，你们就是见不得我开心，见不得我娘家人。你们要不是欺负张小兰，我又怎么会被爸妈骂？哎，那你看看这个吧。这是我早就在把那放了监控，就等张小兰上门了，没想到她还真去了。这下您知道为什么张小兰那天让我去拿古筝了吧？如果不是爸爸手快拦着，我考试用的古筝早就被他那天摔了。还有您那天是不是窜稀了？那是他在我的饭里放了泻药，这个我确实有错，我不该给您喝，但我就是想让您感受一下。如果我这种状态去考央音的校考，我能过吗？那天我的确跑肚了。妈妈，如果我们没有察觉3次校考，1次喝泻药，1次琴弦断，1次割破手，就算都错过，也只会觉得是太过巧合。是啊，谁能想到这些啊？您知道的，这3所学校是我的目标，我努力了这么久，差点就毁了。您这些天还没受够外公外婆的指责吗？他们怎么骂你的？张小兰怎么颠倒黑白的？您还要糊涂吗？我们才是一家人，你不能总是向着那些根本不把你放心里的人啊，那对我们也是种伤害啊。妈，你现在明白张小兰、刘小雨究竟想要对我做什么了吧？好你个张小兰、刘小雨，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我对他们哪不好了？他们居然这样对我们。先别打电话。还不打电话？他们都这样欺负咱们了，我还不能说到2句了。这件事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现在打电话，你爸妈就算知道这件事，也不会责怪他们，肯定会骂你多事，然后再服软哭诉。这好像也是。妈，马上就要高考了，咱们先稳一段时间吧，什么事我高考完再说，我可经不起再折腾了。哎，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那天之后，我妈再也没和我舅舅他们联系过，只是偶尔给我外公外婆寄些吃的用的。我外公外婆还是照常踩我妈几句，我妈也渐渐的头脑清醒了些。他们说的难听的时候，我妈就直接说，让他们觉得谁孝顺找谁吧。高考成绩出来以后，我们家瞬间喜气洋洋。没看到群里刘小雨晒成绩，我就知道她的分数不理想。我妈第一时间把通知书发到了群里，她说就是要让那群人看看我才是优秀的那个。不过刚发出去没几秒，我舅舅在群里阴阳怪气了，还是艺术好考，走捷径好走。我家小雨没考好，只考了500多，上了2本。要是学艺术，学校还不是随便选。咱脚踏实地，不走那歪门邪道，2本也能考研考博。我们家小雨走的是。这2口子会不会说话呢？看我不打电话骂他们的。大好日子不会说话别说话。妈，手机给我，我来回复。我家女儿走文化分也只能上个1本，不过她还是选了艺术。小雨考得不错。妈，过瘾不？过瘾，过瘾。还是我女儿会骂人，连个脏字都没有。你在群里胡说什么呢？考个1本了不起？郑言从小什么德行，你们不知道啊？偷鸡摸狗，品行不端，谁知道是不是抄的？你们一家子就爱攀比，让他学个不3不4的玩意，谁知道将来能做什么不干不净的事？我们妍妍可是靠自己本事。怎么自己本事？你少在群里炫耀，给我撤回！小雨考个2本也比你们强，听见了没？刘琦，撤回去，少在家族群乱说。妈，我来。外婆，
我考的不是1本哦，是985。您老刘家可出不了我这样的高材生。好一个高材生！有本事你和你妈这辈子别回我老刘家。好啊，我还求之不得呢。咱们一言为定，今天可真是双喜临门啊！妈，是不是我刚才说的有点过了？你没事吧？妈没事，没事就好。妈，我把你的群退了，这下眼不见心不烦。这次你虽然被他们彻底伤透了心，但你以后再也不用这群人渣所累了。那天之后，我妈终于明白了，有些人有些事是不配她去付出的。我妈很爱我，所以在她听到那些污蔑我的话从外婆嘴里亲口说出来之后，终于知道了自己这些年来付出的不值和他们的不配。我妈再也没有回过外婆家，就连我外公说她病重，我妈也只是说给她请个护工。我惊讶妈妈的果决，可我爸却得意地说，他就知道我妈骨子里有多傲娇，只要她醒悟，就算心里不舍，行动也绝对会毫不留情的割舍。爸，你怎么知道的？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吵架，明明是他的错，他都伤心的吃不好睡不着，看见他每天魂不守舍，台阶都给他了还死犟。还是你了解我吗？那必须。现在没了外公和舅舅那一家子的生活，真是每天都好开心。哎，只怕是你舅舅一家子没这么容易放弃啊。是啊，他们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迟早是要报复回来的。妍妍，外面上学，你一个人要多多小心啊。爸，我明白，你放心。啊，大学生活真好啊。姐姐，刘小雨，你怎么在这？我刚在楼下碰到的，她说是你表妹，还给我看了你们的全家福，我才带上来的。怎么了吗？没事没事。姐，你看到我不开心啊？哪有的事，你怎么过来了？我过来旅游的时候顺便过来看看你，你这大学宿舍真好啊，你们大学的风景也好美，我好羡慕你啊。啊哈哈，对了小雨，我妈和你爸妈现在已经不来往了，这事你知道吗？知道啊，不过你永远是我姐姐，就算有些小别扭都是一家人。啊哈哈，那你来也看到我了，也看到我们学校了，你是不是应该回了？这刘小雨脸皮好厚啊，她看我的每一眼都露着贪婪，还能说出这种话，真不是一般人。姐姐，我这2天住你这儿吧。不行，不能留宿外来人员。要不让他……不用。你要是不想我现在把你和你妈当年做的事发网上的话，你就待在这儿。我就不信你还留着。你放心，这东西我会留一辈子。哼，算你狠。好了，刘小雨，这没人了，你来找我到底是想干什么？都是因为你，你把我的生活毁了。我毁你生活？好，那你说说我到底是怎么毁你生活了？我爸妈现在有了2胎，还是个男孩，现在连生活费都只给我500。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会考上1本，我爸妈就不会要2胎，外公外婆也不会把给我的爱给我弟弟，你明白吗？这都哪跟哪啊？我说你清醒一点好不好？这都哪跟哪啊？我说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清醒，我现在清醒得很。你现在马上立刻把你的富2代男朋友让给我，这样我就能在家里重新扬眉吐气了。快！富2代男朋友？你是说我朋友圈里前几天发的那个照片？就是他，现在就把他让给我。他不是我男朋友，他确实是个富2代，但我可以给你介绍。真的不是你男朋友？真的。不过你现在的重点不应该是让我把他介绍给你吗？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你从小就看不惯我，仗着你爸有钱看不起我。我这次找你，你要是不给我想要的，让我在我爸妈面前抬起头来，我不会和你善罢甘休的。你什么你？郑言，你凭什么过得这么好？凭什么过得比我好？你为什么要挡我的路？为什么要学艺术？你配吗？小雨，你不能这么想，你从小就比我优秀，你考2本完全是因为心态问题，你当初就是压力太大。什么？我压力大？是啊，外公外婆是对你好，但他们是不是经常说必须让舅舅生个孙子？所以你从小到大都想要成为这个家最好的，给你压力的其实不是我，不是你。你自己想想，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考试还是什么了？我爸妈也没说过，是你爸妈从小就一直拿我和你比。好像是这样。是啊，你本来就很优秀，就算你当时把我高考毁了，现在这个家里的焦点是谁呢？是你弟弟。我弟弟？对啊，还有我们有血缘关系，还从小一起长大，所以我看见你特别难过。你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不回外公家吗？为什么？不是因为你家，而是因为从小到大外公外婆都没真的爱过他。你看，明明是你妈妈做错了事，他们却骂我妈多事；我高考侥幸考得好，他们却说985比2本好，还要骂我。你不是什么道理都不懂的人，你真的觉得毁了你的是我吗？难道不是？当然不是。虽然你上了2本，但我听我妈说你还是你们班班长，拿了奖学金，你的未来明明一片大好，为什么要把自己困在这里呢？
我知道你爱你爸爸妈妈，可他们最爱的是你弟弟，他们自己，然后才是你。想想那些年回外婆家，我妈妈和你爸爸的样子，那就是你将来和你弟弟的样子，你不应该改变这些吗？我应该。好，那就快去吧，我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郑言，你少忽悠我，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刘小雨，你怎么这么蠢？手机拿出来，我微信还有1700，我这个月的生活费给你1200，你回去好好学习。真的？那还有假，还有那个男孩，你要真喜欢我介绍给你，你也知道他是富二代，总得好好打扮一下自己吧。说了这么多，你好好想吧，我真的对你有什么？你和舅妈做的事，我早就搞得众人皆知了，要不是我们血脉相连，我现在都不想和你说话。我知道。好啦，别哭了，这么多人呢，快回酒店吧。郑言，你没事吧？这女孩是……真的是我表妹，不过我们之间可没这么简单，我和你说。第二天，我还是把刘小雨说的那个男生约了出来。你有病吧？郑言，你个狐狸精，你就是骗我，我早就猜到了，这是介绍给我的男朋友，你还敢勾引他，你个贱人，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表妹，你在说什么？我骗你什么了？虽然我们两家平常也不怎么往来，你昨天来我们学校找我说你爸妈每个月只给你500诉苦，说羡慕我考上央音，你只上了2本什么的，难道不是吗？是啊，我把自己的生活费给你1200，我只留了500，让你回去好好学习考研。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要做什么你清楚？我不清楚。现在也不是放假时间，你坐火车大老远跑过来找我，我也只是学生，我和同学只是出来聚个餐，我什么时候说要给你介绍他了？他有对象的呀。郑言，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要给我钱，是你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你分明就是自己想勾引他，就你们2聚餐，你就是个2面3刀的贱人。我就迟到这么一会儿，这是怎么啦？郑言，你表妹怎么在这儿啊？你昨天不是给她生活费，让她回学校上课了吗？这个女孩说你朋友勾引那个男孩，你朋友还要把那个男生介绍给她做男朋友。你俩嘛，郑言，你表妹疯了吧？你怎么可能把赵锦介绍给别人？赵锦他对象不得追杀你，我这不是也是没辙吗？你勾引赵锦，你男朋友要知道了，岂不是要追杀赵锦？你俩也太搞笑了！不行，我得和那2位说一下。大家散了吧，都别拍了，这是个误会。你去死吧，贱人！都是因为你抢了我的分数，抢了我的男朋友，让我在家里抬不起头来，害我只能读个破2本。去死吧，去死吧！表妹，你冷静点，你是怎么了？我是你表姐啊！杀人了，救命啊！快帮忙报警啊！救命啊！救命啊！你冷静点，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知道，我要杀了他，他毁了我的生活。你没事吧？没事，这件事终于结束了。那天以后，刘小雨以故意杀人罪逮捕了起来，后来被查出患有精神病，又被关到精神病院去了。天把他送走，我就去查了关于他近几年来发生的一切。在他们学校贴吧有几条匿名贴，我一看就知道说的是他。受够了颠簸室友加班长，当初选班长明明差票，又哭又闹，每天在宿舍3句不离自己，本来应该上985，没考好才倒霉来了这里，贬低宿舍食堂校园环境老师教员，什么都要踩2句，仿佛自己多高贵一样。一个宿舍的但凡被老师表扬了，他就阴阳怪气贬低别人，关键是他自己就傻傻也不行。最离谱的是他嘴里的表姐，说是学了艺术考上了央音，每次说都咬牙切齿的说他表姐原来什么都比不过他，不知道花了多少钱，走了什么关系才能考上。每次一有什么不如意就骂他表姐的名字。最可怕的是他在小绿书上看到他表姐分享的大学生兼职攻略，我就说了句这类型博主很赚钱，他骂人家说是抢了他的钱，我真的受够了，实在忍不了了，我要换宿舍。帖子里面的内容都是对刘小雨的吐槽，吐槽的人发了好几条，都是各种奇葩事情。我不是坐以待毙的人，所以他来学校看到的一切都是我提前安排的，包括我发的那条朋友圈。爸，这么晚上给我打电话，家里出什么事了吗？妍，家里还真出事了。爸妈，你的意思是，自从刘小雨被抓以后，舅舅舅妈天天来咱门口骂街？对，最开始就他们2个人骂，我直接把他们赶出去了。可是后来，他们居然开直播。开直播？对，直播说你害了刘小雨，毁了他的未来，要500万的赔偿，还给我泼脏水，说我不孝顺，这不是污蔑人吗？不光这样，你外公外婆也累洒直播间，他们一边直播带货，一边说他们如何辛苦。你妈妈却狼心狗肺，自己住上了大房子，根本不管他们。现在就连网友都开始骂了，骂咱们一家是白眼狼，
都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压迫刘小雨，才会导致他这么极端。是啊，现在网上的舆论一边倒了，我们是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不然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了。爸妈，你们放心，该吃吃，该睡睡，这件事我出马，马上就结束了。结束？你有什么好办法？还好之前刘小雨和张小兰当年想陷害我参加高考的截图视频还有录音，我都有保留。妈，你给我找点东西。找什么？找你自从结婚后这些年给我外公外婆花钱的账单，还有当年的彩礼，以及1分都没带回来的嫁妆。这些我都有保留。好，那我现在就发帖。我要把退家族群的风波、外公外婆威胁我们骂我们的录音，还有各种舅舅想让我妈把房子卖了要钱的聊天记录都发网上，看看网友到底支持谁。所有证据均为事实，当年放过你们是我们善良，还在这儿圈起钱来了。我妈给你们刘家做了15年保姆，上大学开始补贴，养这么个女儿，你们真是积了8辈子德了，300多万，你们怎么舔着脸这些年从我家搜刮走这么多的呀？我妈养我都没用了1/2，别的不多说，大家自己判断吧。爸妈，舆论翻转了，我们翻身了。雨一家真够不要脸的，办的这事儿也太恶心了吧！做事这么绝，怪不得人家要把他送进去。要是我也要送。这一家子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现在还在直播带货呢。看我不过去骂他2句。我是刘小雨家邻居，这些年他家真的太不要脸了，我真是受够了。这么多网友支持咱妈，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人间正道是沧桑啊。妍妍，上次你发完帖以后，天天都有人去你外公家门前骂街，他们现在每天门都不敢出。你也别太自责了，这件事不怪妍妍，我爸那正好有个去澳洲的机会，咱们一起出去吧。眼不见心不烦，你也少操点心。我下午就去办护照。妍妍，你也和我们一起走吧。妈，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我就这么走了算什么啊？我还是先毕业再说吧。倒也是，你这么做是对的，还是学业为重的好。咱们一家都走了，这要是1个月前的话，你舅舅一家肯定开心到起飞了。为什么？他妈早就看上咱家的房子了，说是要给他们儿子当学区房用，还想全家一起搬过来，说是以后有个照应。还有这事？那可不，你妈一开始很坚决，可架不住他们一直磨。外公外婆也在他面前卖惨，要是不出刘小雨这事，你妈说不定真的把房子借给你舅舅一家了。这也多亏了刘小雨，即使出了这么一档子事，打乱了你舅舅一家的计划，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他算计我，却把他一家子都算计没了，在互相算计面前，谁又能全身而退啊？昨天我和你妈也商量好了，你妈虽然辞职了，但是每个月还给你外公外婆钱，不过是按最低标准给，1个月几百块，买个安生。你们早该这么做了。我不善良，但我也会害怕，如果就算这样远离他们，依旧能被再次粘上，我也会做好随时彻底反击的准备。我知道有些人真的不配。